里的每一把佩剑，都曾是雍雪城前辈和弟子的佩剑。他们曾像友人一样追随剑修一生，最终留在剑中，如同一座座丰碑。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，可以在其中挑选一把，作为自己的佩剑。所以，他们的前主人都已经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吗？我懂。雍雪城弟子不能无剑，方才的你不喜欢，便在这里挑选一把吧。你经常带人来选剑吗？你是第一个。这么多剑，我怎么知道该选哪一把？你可以去感受剑的气息，选出与你连结最深的那一把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听到了吗？心跳声。你的心跳声，我一直都能听见。可是，是你的心跳声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你在勾引我，你这样会耽误我学业的。休要胡言乱语，赶紧寻剑。听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一地风若桃花渐多，你经过现场水果人谈笑自若，就这把吧。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，只因轻笑我，只因你我的第一把剑，我叫它什么好呢？就叫第一剑吧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仙盟要解散了。从前父亲在时，我基本不问仙盟中事。如今一见，才知纵是仙盟，竟也会如此荒唐。你不加入仙盟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这就是你我的不同之处。对于厌烦之事，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，而你却总想着能再救一救。所以我能在韵秀山庄恣意逍遥，而你却在凄风苦雪中重重枷锁，孤孑一身。谢盟主乃法相之境，能杀他的人，应该就在他们之中。你想假装灵力尚未恢复，引蛇出洞，可那内奸未必会谢。这几日内，应该就有刺杀试探。我等着。你何时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呢？你若是死了，我没准真的可能难过一下。
我尽量不死。此人不是法相，以他的力量根本杀不了父亲。看来真正的凶手还在背后。不愧是谢雪辰，即使剑未出鞘，灵力不足往日4成，亦非寻常修者可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也太激烈了吧，床都塌了。你朋友啊，看着真可怕。不必追了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这是你和南虚月的计划，示弱以诱敌，真是卑鄙呀！唉，你们实在应该也让我参与参与。你就算了吧，这等卑劣之事，你未免太擅长了些。回到这雍雪城，在自己家里还要被人搞袭击，怎么样？刚才幸亏我来得及时吧？雍雪城谕令还没到手，他们眼下是不会杀我的，只不过来试探我灵力恢复了多少罢了。那还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若我方才不来，这场刺杀戏，你打算怎么收场啊？按计划，我会受伤，然后拼命发出求援信号，待长老和弟子赶来将他击退。又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。我送你的剑呢？不是说要做普通人，怎么还带着摇头？谢城主，我的剑法糟糕得很，要是我带着剑来救你，只怕那歹人笑也要笑死了。还有，你这事后清算未免来得也太快了吧？那我该谢谢你。谢完可以清算了吧？大晚上的跑我那儿去做什么？在骗人这方面，你的进步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虽然城主事务繁忙，连教导弟子习剑的时间都没有，但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你别再这么看着我了。你心里有鬼。你说对了，我想做的坏事儿可多着呢。不过今晚，我只是突然想来见见你，谢雪辰。一日不见，我想你了。谢城主，我好看吗？色相皆虚妄，百年亦苦苦。
想必在你眼里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和强弱的区别。你知道在我眼里，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除了谢雪晨，都是其他人。大胆穆玄灵，大半夜不在寝楼待着，却溜出来，还打扰到城主。你如此胡闹，还影响到城主与其他同门休息，更会带坏风气。你可知罪？知，弟子这就回去思过。哎，城主，你的床太容易坏了啊！下次还是换一张结实的吧。你放肆！穆玄灵，你城主，雪晨，你与他力道稍大些就扛不住，确实该换一张结实的。我时候不早了，长老歇息吧。道成师兄，宗门不幸，用血亡尘，是我监管不力，是我的罪过。尊上，你觉得人界如何？这人界好似与暗域无异，心魔之盛，与我等暗族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连你都能察觉，为何他却看不清？尊上说的可是圣女？他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在人族身上。小仙阁传信，谢雪晨灵力尚未恢复，你去雍雪城夺取混沌珠，交到本尊的手上。若遇阻碍之人，杀！是。南公子这是在和谁纸砚传情啊？是哪家的小娘子啊？风瑶若是知道有人称她为小娘子，怕是会不悦啊。我让风瑶去查了九仙阁的情况，镜花宫之乱后，他们便彻底销声匿迹了。不奇怪，不过他们曾在人界走动，收拢了不少人族和灵族，看来应该会有人注意到他们。不错。风瑶在碧霄宫附近的城镇寻到了一个灵族，他自称见过九仙阁的人，说为首的是一个约莫20多岁的青年男子，风度仪态甚佳；另一个则黑金蒙面，不过听声音也能听出是一个青年男子。他称呼为首的人为阁主。黑金蒙面，就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为什么九仙阁主反而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或许是有恃无恐吧。九仙阁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想要彻底铲除，怕不是易事啊。九仙阁还未除，算算时间，桑琪也该出关了。下一步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暗族气息。
想不到仙盟之中，痴念者竟如此之多，甚好。这具身躯太废物，是时候再另选一具更好的傀儡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，阿宝？有可怕的东西在附近，就像那天在南公子家一样。暗族在哪个方向？东南。你帮我看着阿宝，他胆子小，见到暗族恐怕会被吓得胆裂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足够了。想必你们也已经感应到了。我去见谢城主。玄心，你带弟子们布阵，务必要找出暗族，将其除去。是。多日不见，圣女的杀心还是这么重。我倒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原来是你呀，痴影。这么些年争来斗去的，你也不是第一次被我杀了，习惯就好。尊上命我给圣女带句话：好人演久了，就真忘了自己是谁吗？圣女带着尊上的任务而来，却迟迟没有行动，尊上不得不怀疑你别有用心呐。师傅既然将一切都告诉了你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我自有我的计划。我做事最讨厌别人指手画脚，师傅不行，你更没资格。住手！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敢滥杀无辜！兄师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发现了他的魔功，他要杀我灭口！高秋明，你是不是傻？他被暗族附身了。幽雪城有防护结界，暗族怎么可能进得来？滚开！我当初就不该替你隐瞒。灵族魔修果然没有好东西。高秋明，仙盟蠢货众多，你属其中查出。你要干什么？高秋明，今日我就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严重，难道真有暗族入侵？那我方才岂不是错怪他了？记账。玄天门眼中，看来只要修行了魔功，就逃不过玄天门眼中。
你杀了你的同族，踩着他们的尸身血海，来到了这个位置。他们不死，我就会死。既然只有一个人能活，那只能是我。不错，很精彩。我的好徒儿，告诉我，拼死活下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复仇。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魔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。记住，越痛苦，你就会越强大。你赢了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只是我的徒儿，更是暗域的圣女。他想封锁永州城。我们不能再待在这儿了，会连累你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放心吧。地上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小心点。贤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永州城距离青丘路程遥远，随着近几年玄妖两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为了让城内流离失所的妖怪们有躲避玄门之所，我便于数年前开始秘密地筹建此地下城。虽说环境简陋了些，却也是无奈之举。哎，慢点。小五，哎，先带他去休息。好的，姑娘。走吧。小心。坚持一下，慢点，等一下，还要喝点药，先不要把药喝了，放心吧。姑娘，现在还在陆续不断的往此处救妖怪，但街上广寒门的弟子越来越多，如果再继续行动，恐怕会暴露此处。小心行事吧，能多救一个是一个。是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望雨楼赚的钱都花在这地下了。这地方这么大，你到底救了多少妖怪？今天之前还没多少，可斗兽场炸了，里面的妖怪都逃出来了。所以，是你们炸了斗兽场。嗯，我们也没想到，闹得这么大。你是人，为何如此倾力相救妖怪？我是被妖养大的人，如今之举，不过是报恩罢了。只可惜，以我之力，只能做到收容他们。此物留住，万物合宗。龙鳞驾父，百病离身。
后，一直在修行灵力，没想到已经变得这么厉害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逞强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您刚才使用它，可是玲珑之术。你是玲珑天耀吧？你知道我的名字？真的是你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他是消失的玲珑，龙主归来了，我们妖族有希望了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残破之身，不必为我行此大礼，快起来吧！谢龙主。玲珑重归天地，大家切莫绝望。我已命人在地下挖甬道，只需3日便可挖成。到时候，大家就能重获自由了。谢谢。你虽然厉害，但是不要随便逞强。你这条命我也是救了好多次，怎么也算是金贵吧。我还等着你找回全部身体，成为遨游天地的玲珑，给我报恩，让我飞黄腾达呢。斗兽场一炸，你也不用再隐藏什么身份了，这妖仆契约就解了吧。以后你就以玲珑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去见他。姐，你的恩情，我来日定会相报。不用来日，就今日吧。我开了识海，想进去看看，你能教教我怎么进入自己的识海吗？第一次，我带你进去。好紧，为何明明解开了狐媚香，我心跳还是如此快？要这样吗？不然呢？哦。我这些黑色的岩壁都是什么呀？这应该是你身上的封印。封印？我怎么会有封印？谁给我封印的呀？难不成是因为我身上的护心莲？此等封印，大宗师之力才可成。难道是凌霄？但他为何？你想到了谁？哦，没有，我是在想这封印怎么样才能破除。只要你的功法
超过摄此封印之人，便可破解封印。那以我的天资，你觉得要修炼多久啊？若是你勤加修炼，有朝一日或可水滴石穿。既然这封印这么厉害，指不定素影也取不出来。不一定。20年前，素影早已修得宗师之力。你要赌一个可能。那我还是勤奋修炼，早日把这祸害还给你。之后，若是你再想入识海，一定要静心凝神，将意识汇聚于丹田便可。哎呀，这饭都没得吃了！你看你，既然醒了，以后饭啊就自己去取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儿啊是地下供你们藏身的地方。怎么又是地下？哎，你们老板是土拨鼠啊，这么喜欢挖洞啊？哎，我说你，哎，不对，哎，我那对有情人呢？什么情人？有情人？谁？阿龙。阿龙谁啊？燕回。哦，燕回和天耀啊，在房中商议要事。要事？他们有什么要事要商议啊？要成亲了？要洞房？要生子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什么事情能比他们谈情说爱更重要？今日见过素影，她真身未动，光是用元神，便把我们压制得如此。看来以后取龙角，恐怕不易。不过，她今日为何不动真身？难道还有什么比取得护心灵更重要的事吗？他在用龙角与九尾狐炼丹。九尾狐炼丹？今日那悬在空中的女子便是九尾狐。素影她不怕引起玄瑶两界的纷争吗？你此前种的狐媚香，或许与此事有关。只有青丘狐族最擅长魅惑之术，用它们才能炼得此等香物。青丘的那只九尾狐，到底藏在我玄门的何方地界？九尾狐乃青丘王族，他的行踪，你即便打死了我们也不知道的。原来灵妃之前在晨星山上捉狐妖，就是为了帮素影找九尾狐。晨星山灵妃抓捕狐妖，此后素影便在天香坊以九尾狐炼丹。如此看来，晨星山与广寒门沆瀣一气。不可能，我师父凌霄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。凌霄身为晨星山的代理掌门，林妃做了什么，他会不知道吗？他肯定不知道。他虽然不能将妖怪平等对待，但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私利去伤害妖怪的性命。你就如此信他？你不愿打破幻想，但真相往往就是你最不能接受的模样。你不了解他，你不了解人心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哎，吵什么呢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像鬼一样，吓死我了！你才吓死我呢！我冒死救你们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吵架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哼，那我当然是想让你们甜甜蜜蜜的，腻腻歪歪的呀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走什么走？坐下。你今天要是胆敢踏出这个屋子一步，我明日便以素影来地下城。你疯了！暴露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哼，你以为我做慈善的？我救你们那肯定是图点什么，对吧？你们要是让我的事情办不成的话，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来呀，你试试呀。我今日已经很累了，我想要跟他纠缠。
谁说我们吵架了呀？我们好着呢，我们只不过是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儿，是不是呀，耀耀？这就对了嘛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情侣之间有吵吵闹闹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真情实意的表现。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在吵完架之后一定要讲开，千万不要有这种逃避呀、冷战之类的行为，千万不要去怪罪对方，一定要沟通，一定要交流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行吧，那今晚你们就住一起吧。怎么了吗？啊？要是你们一人一间的话，我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。我就要看到你们住一间屋子。又不是没住过一间屋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住，我们住。怎么样，阿龙？不乐意吗？反正我也没再跟你商量啊。虽然我有伤在身，但是你们的那些秘密，我可以闹到全永州城都知道。哎，不闹，都依你的。是一张床。哎呦喂，是，就睡一张床。盖一张被，就盖一张被。同床共枕。完美，我会看着你们的啊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们此刻不可以再树敌了。你现在身体非常虚弱，要多注意休息。这是我为你炼成的丹药，你吃了它，就能恢复记忆，就不会再受狐妖的蛊惑。他不是妖，他是人。他若不是妖，又怎能助我炼成此丹？助你炼丹？没错，此丹就是我用它炼成的。你竟然用云溪炼丹？因为他是妖。吃了它，木蛇，吃了它。吃了它，你想起一切就都好了。吃了它。你竟然用活人炼丹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我就算想起过去，我也不会爱上你这个毫无人性的怪物。你才是妖怪，你才是恶鬼！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妖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发妻。看到了，他是妖。他是我们曾经发誓宁愿死也要斩杀的妖邪。云溪，云溪，莫生，云溪，是我，云溪，云溪是我。我要带你回家。
们院子里梨花都已经开了，风吹过，院子里就像落了雪一样。你一定非常喜欢。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，我是妖！是你救了我！别看我！20年我们相濡以沫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容貌而嫌恨你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是人是妖都不重要。我想回家。都是那狐妖害的。他是妖，他是在报复你。此丹就是我用它炼成的。他是妖，他是妖。这狐妖竟蛊惑你至此，害你妖邪不辨，是非不分。我要你偿命，我要杀了你！重新做回你自己。九尾狐，素影竟然抓了云溪公主。青丘一族集中血脉，如果让青丘知道此事，想办法将此消息带出永州。如果能让青丘知晓，他们一定会派人来营救云溪公主，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好事。永州城被封。此前通传消息的渠道悉数被断，地下甬道也还未挖通。去找凤千说，他一定有办法。七绝堂，可现在地面之上，广寒门弟子尽数出动，要想联系上凤公子，谈何容易？青丘与我有恩，云溪公主遇难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？你准备一下，今夜随我暗访七绝堂。是。妖龙祸乱永州城，接广寒门素影真人的命令，即日起封锁永州城，全力缉拿妖龙和逃窜的妖兽，一经发现就地诛杀。贤侄可是让我好找啊！你竟然当真办了如此厉害的地方，也好。这七绝堂到底还是成了我的囊中物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为霸占凤家产业，指使妖仆杀了我双亲，如此利欲熏心之举，你以为你能瞒多久？只可惜，你受广寒门庇护多年，让我无法报仇雪恨。当年你爹就是因为对妖怪太过仁慈，才招致杀身之祸。没想到你竟然也学着他勾结妖物。你如实相告，
那妖龙现在何处？兴许念在叔侄一场，我饶你一命。妖龙，你少跟我装傻！你三番五次的向我索要那主仆2人，那个妖仆不就是龙吗？你以为你可以护得了他们？不想说？贤侄，看来凤家祠堂又要添新牌位了。贤客姑娘，你是与我们公子心有灵犀才来到这儿的吗？你们公子人呢？我们公子他被人抓走了，现在恐怕已经……什么？姑娘定神，以凤公子的本事，定不至如此。你说的对，可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被抓住了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公子的遗物，他之前吩咐我，如果他死了，就要把这个交给你。他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先前凤鸣将他带走了，说要给凤家祠堂添新牌位。差不多了，罢了，今天先到这儿吧。这就死了，我们也不好交代。走。三哥，父亲曾告诫我，先有绝境之时方可开启此路。找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了。父母之仇，终于能报了。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到最后还没能娶到贤哥。凤公子，又见面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叫事急从权。等到他检查完，我们就分开来睡。你别不乐意，我还不乐意。等大家安全出了永州，我会上去引开宿营，届时你趁乱去打破龙角封印。我？此前开你识海，黑焰被凿出了小孔，这些时你可多去尝试击碎黑焰，
对你的灵力提升是有帮助的。我试试。静心凝神，将意识聚于上丹田。怎么样？愚公移山，移了多久？60多年。他成功了吗？他感动了上苍，仙人帮他把山移走了。我做这事儿，也就只能感动你吧。你能帮我把黑岩搬走吗？以前可以。那精卫填海填了多久？现在应该还在填吧。唉，我可活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万事未到绝路，莫言放弃。你有办法？在聊什么呢？插口！你们大半夜的不谈恋爱，在谈事业。告诉我你要睡觉了，为什么耳环还不摘？摘，摘，摘了，摘了，摘了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要你们做点人事。我们不都按你说的做了吗？睡一个屋子，一张床，盖一张被子。你凶我？你不耐烦了，我要去闹了啊！哎，等等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呢？哎，其实这个我来呀，是想要修复你们的关系，希望你们能够解开你们的误会，互诉衷肠，然后相拥入眠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但是这个情侣之间有第3个人在场，不太好吧？哦，对哦，给你们空间。那我走。睡吧。小心。姑娘，姑娘，他是凤家的人。我知道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你先照顾好他。慢点喝。走吧。吃点吧。你救了这么多妖，你应该说，斗兽场竟然关了这么多妖。你为何要如此帮助妖怪？我虽为人类，却被双亲抛弃，是妖救了我，养育我长大。我如今做的事，不过是报当年的恩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该轻信妖怪。我双亲对妖不向来仁慈宽厚，但是他们却被凤鸣收买，
不过100两金子而已。这些药铺便背信弃义。你是什么？药怎么了？药始终是药，人也始终是人。偏见、固执、仇恨，凤公子，你眼中的情绪，和他们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凭什么认为人的感情更加高尚，人的仇恨便是正义呢？先住下养伤吧。什么东西？刘辉，刘辉，拿以我的天资，你觉得要修炼多久啊？我做这事儿，也就只能感动你吧。你能帮我把黑岩搬走吗？我还是勤奋修炼，早日把这祸害还给你吧。包子，好大的包子，好吃。天呀！这地下城又闷又湿，还整日整夜的不见天日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起床都不知道。昨日敲黑岩真的有用，看来滴水石穿，指日可待。天耀，你说的没错，果然不能轻言放弃。你有信心变好。Go，查岗。耀耀，你怎么比昨天更好看了呢？哎呀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把昨天所有的误会都解释清楚啊？清楚啦，清清楚楚，是不是啊，耀耀？真好，真好。怎么了？你看着我干嘛？我爱你是了？哦，我爱着你们，你侬我侬啊。那我走。很好，继续保持爱。哎呀，他这么闹，我们得装到什么时候？此人来路不明，莫要与他走太近。可是，他从素影手下救了我们呀。大牺牲，必定有大图谋，只是我们还不清楚他图的是什么罢了。我腿麻了。龙也会腿麻？